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赵一翔议员、林国成委员、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侯孟凯委员、李明贤议员。好，这个美国副总统 Vance 很有趣哈。那原来他太太要去格陵兰，但格陵兰反应很不好哦。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来干什么？要把我们买去啊？哦，那格陵兰因为刚选完，现在还是一个看守政府，还没有真的组成一个政府哈，所以呢，大家对范氏的老婆去呢，其实不满意的哦。那总统的太太叫第一夫人，副总统叫第二夫人，所以说第二夫人要去格陵兰啊，反应不好，范氏就说了，那我去。这么有趣的行程，怎么能够让他一个人独享呢？所以我要跟他分享这个行程，真会讲话的哈。然后呢，他又怕，因为没有人请他嘛，所以他说我要去看美军基地啊。不需要请了吧？我看我自己的基地还需要请吗？哦，所以他们很会转哦，所以呢，所以现在就不会被骂说不请自来了哦，因为我们不需要你请我，我去看我自己的这个基地哈，你请吗？那格陵兰总理呢就骂这个华盛顿说是外国干涉哦，你干什么来？什么还这个换句话我根本不欢迎你来，你现在来干什么？哦，然后呢，这个川普就说你们生气什么？格陵兰未来就可能是美国的一部分呢，加拿大也可能是我一部分，格陵兰是不是都是我一部分？巴拿马运河也是我一部分，都是我一部分，那么好叫的哦。那另外呢，这个Vance会到美军的太空基地哦，要听取北极的安全简报。他现在是讲说，格陵兰对我美国安全很重要，对不对？所以你们不会管嘛，把你们搞得这个大家都想觊觎，我来管才可以啊，所以应该给我。他理都是这样子啊。所以那因为格陵兰是跟丹麦关系密切，很属地吧？什么丹麦总理就说，这美国的施压令人无法接受哦，这很讨厌啊。那另外呢，这个范氏就说，你丹麦还骂我，你根本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了，对不对？你本来应该好好保护格陵兰，好好的抵抗外侮，抵抗外国势力的，你都没有弄好，你还骂我什么？而且我们川普哈是有意控制格陵兰，我告诉你，川普就要控制格陵兰。而且他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实现目标。川普就是有决心的人，他要就要，什么不要？我们看一下。You know, there was so much excitement around Usha's visit to Greenland this Friday that I decided that I didn't want her to have all that fun by herself, and so I'm going to join her. 这次访团确定由副总统夫妇率领，包括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国务卿卢比欧、能源部长莱特都可能一同前往，要视察位在西北部的美军太空基地。This is friendliness, not provocation. 但白宫官员高调出访却是不请自来，包括格陵兰总理以及发声抨击美国行为极具侵略性，当地人也是相当反感。January poll commissioned by Danish and Greenlandic newspapers found 85% oppose joining the U.S. 甚至还有专家抛出，虽然代表团访问美军基地没有触犯外交禁忌，但还是很有争议。Denmark has stated very clearly that they don't want the U.S. to visit right now when Greenland doesn't have a government in place. So it's all about timing. 而川普对格陵兰野心勃勃，或许也和被称为冰下城市的世纪营有关。23 trenches would be dug into the ice cap and then covered with steel arches and snow. Except for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windows, the men of Camp Century live exactly as do other soldiers. 原来这是冷战期间美国曾在地下挖掘的军事基地，虽然1967年已经除役，但也揭示了五角大厦曾在北极圈拓展的野心。基本上面，这个 Trump 他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说要把这个格陵兰纳为他自己的美国的一个属地嘛，因为这是丹麦的自治国，然后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他已经发出豪语，那他讲出这样的一个政见的时候，的确引起非常多国际的一个侧目哦。可是你看看这个格陵兰，他们在11号选举的时候，前3大党就已经有摆明了70%是不想再附庸于丹麦，但是呢，这前5大的这个党里面有85%是对于 Trump 是非常的反弹的，他们不认为他们要变成美国的这其中的一州，所以你可以知道这全民哦是说实在是非常的一个激愤的啊。那丹麦总理当然也出来讲话，觉得承受很大的压力，他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你不要忘记哦，丹麦也不排除跟美国在军事上面有任何的一个合作，只是他们任何一个人当然不会这样白生生的就把他们自己属于他们自己，即使他是一个自治领区，也是不愿意把它放出去啊。所以彼此之间还是存在某种程度的距离，但是还是有一个竞合的关系。不过 Trump 他目前为止啊，在讲这样子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在美国其实基本上有超过60%以上是反对
Trump 把这个格陵兰当作是，特别是要用武力来把它变成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家。因为川普，你看他最近的民调当中，他的整个经济的策略几乎是过50%以上是反对他这个整个经济的策略。所以说呢，他对于他目前的施政，其实也遭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反弹。在你经济没有弄好，再这样移民政策解散了50万的这个拜登时候的这个移民，还有种种的一些的方式，包括他裁撤的非常多政府，很多人说这是非常有效率，可是某种程度也代表他在做任何事情上面都非常的一个独断。所以川普目前在国内当中，很多人认为是历届5个总统当中，其实表现是最差的，所以他内在也有很多他的压力。这时候再派范斯，或是不管他到底最后是不是要拜访他们自己的美国的军事中心，总而言之，以目前在通膨、在房价高、在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经济压力之下，你做这样的一个行为，说实在的，不管是丹麦，不管是格陵兰，甚至美国内部里面都是不太赞同。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到底他所谓何来？其实大家都要观望，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对川普来说有任何一个加分的一个效果的。不过川普，我在想他为什么好像无所谓？其实他受到蛮大挫折的。哦，你说以哈对不对？停战现在没再停了。哦，然后俄乌当然昨天是谈好，先从黑海停火了，但是最后会怎么样？乌克兰那么容易吗？哈，就是认输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可是川普为什么？我在想哦，因为今天才有一个新的民调出来哈，Ipsos 做的哈。那川普满意度44%，不好了，不到一半嘛，对不对？但是比他第一任好，比他第一任时候好啊，第一任很差嘛，而且比拜登时候好，拜登也不好，所以呢，这就是相对的啦。哦，反正就是烂比烂嘛，哦，那时候选举大家想着一个是笨蛋，一个是坏蛋，那怎么选呢？哦，后来笨蛋下来以后，又换了另外一个笨蛋上来，哦，所以呢，美国选民也是很无奈啊，非常无奈。好，那么我们看呢，这个也很好笑哈，美国有17个国安高层，他们用 Signal， 哦，我们台湾常用 Line 啦，哦，有的是用微信了，有的用什么 WhatsApp 了，然后呢，那时候怕泄密哈，怕被他监听，就用什么 Telegram。这 Telegram 是俄国人的哦，俄国人很难监听你嘛，对不对？美国人会监听你，大陆监听你，俄国人监听干嘛？那 Telegram 前头发对一堆诈骗啊，这骗你，反正是乱骗一通哦。那所以呢，很多人就你用 Signal， 但台湾很少用 Signal， 你自己们下载 Signal， 别人不用有什么用呢啊？好，那他们就用 Signal， 哦，说这个 Signal 比较保密啊。结果呢，这个国安顾问呢就把大西洋这个的主编啊，因为大西洋月刊的主编呢，不知道怎么把他拉进来了，然后居然在打越门前2个钟头，这个主编就知道了。那美国国安可以这样干吗？军事行动这样干吗？而且17个人在那个这个群组里面，我觉得也太多了。这种秘密有2、3个人都不见得守得住，17个人本来都现在加这个主编变成18个人啊，所以呢，这个白宫哈，这个外泄就很丢脸嘛。川普还挺这个国安顾问。我就挺他，他虽然已经犯错了，但是呢，我对他有信心，他已经学到教训了，他是个好人。那这个好人坏人什么关系呢？老美在川普的价值观很特别哈。然后这个国安顾问自己有说啊，不，这很丢脸。但是呢，为什么把它加在我的这个 Signal 里面呢？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哈，明明不是他的电话，怎么变成他的电话呢？哦，我就加了一个电话，而且这电话是以前这个助理的电话，是不是发生过？人名下面呢是另外一个人的手机，有没有？哪有什么事？谁发生过这种事情？你打柯志恩下面是这个李乃金的手机吗？有这种事情不会？他说他就是这样子啊，我并不是要发给他，可是我明明是要打给 A， 结果出来一个 B 的电话，就是他的电话，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了，这是乱扯一通了啊。那这个，所以呢，这个外泄以后呢，川普还挺他啊，然后呢。这个主编就大西洋月刊主编说：“我原来以为我被骗了。”突然你自己想，突然赖清德发 line 给你，说我们明天要实施国安17条，你怎么这真的假的？就这个，他说我被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啊，结果呢，这个他以为是人家挖坑给记者条，故意害他，给他个假讯息，叫他报以后，你看乱讲，他真的以为这样，就没有想到是真的讯息。我们看一下。美国国安高层用 Signal 应用程式讨论打击也门叛军的作战计划，群组成员意外包括大西洋月刊总编辑戈德伯格。川普政府从上到下展现团结，口径一致表示群组对话没有提到任何国安机密。国安顾问沃兹更表示，他根本不认识戈德伯格。There was no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s I understand it. Who said the information was not classified? Do you think that Mike Waltz made a mistake, and does he need to apologize?
No, I don't think he should apologize. I think he's doing his best. This one in particular, I've never met, don't know, never communicated with, and we are looking into and reviewing how the heck he got into this room. Signal 事件有可能演变成国安泄密，但川普政府没有任何一个人展现懊悔或歉意。而在参院情报委员会的年度全球威胁听证会，民主党议员焦点全在川普政府高层造成的国安威胁。不过，作战计划算不算机密讯息？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和中情局局长雷克里夫都表示，这是由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来界定。There was no classified material that was shared. I don't recall specific weapons systems being named. How about anything about timing? I don't recall specific timing. Any mention of any military unit whatsoever? Not that I recall. Probably he won't be using it again, at least not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What do you think? 刚广告的时候我们在聊天啊，如果在台湾大概就不会进去，因为都认为是骗的。对，像我现在，我像你们大概一样，不认识的电话绝对不接。对，哦，这个电话不认识，没有不接。哦，什么 Line、WhatsApp 说你这个犯错了，你那个钱没交，我一概不理，通通不理。哦，那所以到现在没被骗过。没被，不要这样讲啊！不，很多人要尝试骗我啊。比如说一个电话我看不懂，我会把他的电话拷下来，然后发给我秘书。你问什么变化？大部分都是不认识的啊。其实大部分也不是诈骗了，什么银行贷款啦、车贷啦，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哦。但是有些可能就不知道，就可能是骗子嘛，就会变这样子哈。那一翔怎么看？这美国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有点尴尬哈，整件事情都蛮尴尬。但我觉得重点是这样啊，就我觉得他国安顾问大概也认为说，我国安会本来就有一个协调的功能在嘛，对不对？所以我尽量把这个什么国防部、国务院啊这些相关的情治单位都全部拉进一个群组。那因为这个国防部要去轰炸这个也门嘛，他们有一些恐怖分子嘛，所以轰炸前要确保说，大家讯息一致啊，这个资讯一致啊，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但殊不知就是不小心拉了这位记者进去嘛。但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彰显了我觉得三大尴尬之处。为什么呢？第一点是说，到底这资讯是不是机密的？如果是机密的话，美国是有非常严谨的机密保护的机制在哦，就包括说你怎么去传送，你怎么去接收，你怎么去保存啊，这些机密的资讯，其实他们都是用法律规范的。所以第一点，你有没有违反这个所谓的机密保护法？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这很尴尬。其实里面副总统凡斯有部分的论述似乎是跟川普有一点矛盾，甚至有点尴尬。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确定川普总统知不知道我们这样对于欧洲所展现的讯息非常两光这个非常两极或许他不知道说原来这个落差这么大因为我觉得已经有很多外界的揣测说他跟这个川普总统个人的关系嘛，因为过去他有批评过川普嘛，对不对？后来又加入他的团队，所以我觉得这个又会再度彰显。所以你后来看到。”副总统办公室这个凡斯副总统办公室发出的声明，不是针对这个是不是有机密资讯外泄的本身，他反而是强调说，我跟川普总统的外交目标完全一致，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所以这是第二点。但第三点尴尬之处就欧洲啊，对不对？因为它里面其实很多的讯息都是针对欧洲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副总统凡斯为什么会这样讲川普呢？其实他就说，你看他们这个轰炸也门。但是也门所这个影响的这个海运的这个交通的部分，多数是欧洲的这个所谓的货船，并不是美国的货船。我们去炸它干嘛？那我们去炸也门，我们是不是应该跟欧盟、欧洲这些国家去索取经济利益呢？所以他其实他这一点才是问号。那欧洲人看了会觉得说，这样好像有一点怪怪的。所以我就说，这一次我觉得美国他们做这群组，我相信如果不是机密资讯的问题了，应该是利益良善的，是说大家跨部门之间要同步协调。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没有这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也待过政府，其实有时候最难就是政府部门之间同步资讯的协调，这是有它的必要在。但是因为涉及到机密资讯，那又涉及到副总统他本身的一些论述，又涉及到这个所谓的欧洲的这个状况，所以导致这一整件事件确实变成川普上以来，我认为是最复杂最复杂又可能有政治致命性的一个政治事件啊。他们不能够在商业通讯里面探讨这么机密的。当然了，所以我说这问题是机密。如果你是非机密的，这个问题可能不大了。但是你是机密的资讯。我在想这个《大西洋月刊》总编辑那时候的心情因为他写的非常的详细哇，真的是千载难逢你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诈骗然后呢，是不是有一些的那种组织是专门放这种
假讯息，就来恶搞你媒体，他们也会去恶搞那些国家的领袖啊，什么泽伦斯基啊，或什么你接到那个什么的电话哈，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非常接到邀请，美国谁邀请他一个外国领袖，结果还真的以为要叫美国去，发现谁邀请我？没有人邀请你啊。没错，他所以他一开始非常的谨慎哈，可是他还是加进去了哈。他就是像宜祥讲的，他们其实之前的时候，这些首脑呢，他们已经在白宫呢他们已经开过了这些情报的相关的会议了，然后他们拉这个群组呢，是为了联系后面的一些的行动，所以才会各部门都还会有个助手，所以这个群才会搞得这么大嘛哈。你看他那个过程里面呢，你就知道说他后来在处理的时候，他是非常小心的。他自己呢后来公布的那些的对话内容的时候，他就引掉了在这个他们讨论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可能会被泄露身份的 CIA 的人员，然后呢，他到后来呢，完全不可置信的是，国防部呢参谋首长那边军事那边就丢来了一份这个要攻击也门的详细的这个行动，包括什么样的时间点做什么样的攻击，然后要打些什么样的武器，他这些都隐而不报了哈。就是说，因为他知道这些消息曝光之后，他会对于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和在前线的这些人呢，造成有多大的一个伤害。他完全不能够理解的就是说，他退出来那个群组的时候，也没有人问说，哎，怎么会有一个人退出这个群组了？然后呢，从头到尾呢，没有人发现，直到他去向这个向国家安全顾问、向国防部他们证实的时候，他们才惊觉说，哦，原来有一个人在里面。所以他不应该退出了，应该继续在里面。如果是这尹乃菁就会继续在里面。肯定的，肯定的，对呀，你看他们做过记者的人，遇到这种新闻多兴奋啊！没简单，多兴奋，千载难逢啊，太过瘾了，好不好？除了轰炸也门的计划被记者看光光，而且呢，刚刚讲宜祥讲这个范式副总统范式对于欧洲很有敌意啊。而且说，我只是厌恶再帮他一次，我们帮他干什么？他们自己帮他们自己啊，还要再帮他，还要再帮他一次，现在再回来。好，大陆博鳌论坛要登场了哈。那说呢，亚洲还是世界主要的引擎。大陆经济呢是要稳住 GDP 成长5%啊，那东亚还把分成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啊，那看起来呢西亚呢成长比较少2.9%啊，其他都成长还不错啊。那换句话说呢，他们认为说呢，亚洲啊还是全世界的火车头哦，欧美已经不行了啊。那另外呢，因为美国一直在制裁老共嘛，制裁这个制裁那个制裁那个，所以呢大陆就要强化反外国制裁法。你要制裁我，就反制裁你哦！不管是现金、股票、智慧财产权等等，我这个或者被冻结的财产，或被查封的财产，我都要反制你。我是不知道怎么反制了哈，因为他们在国外的钱多，人家国外在大陆的钱少，很少跑到大陆去开个户存很多钱了哦。那所以呢，他要反制裁，但是总是不管怎么样，输人不输阵嘛。你制裁我，也要制裁你啊，否则的话不是变成我束手就缚了吗？哈。那另外呢，他们也要对外资招手，所以我们看着这个论坛上面呢，连苹果啊、宾士啊，都说我们要对中国增加投资，因为苹果的手机最近在大陆卖成第3名哦，跟以前比呢，第1名呢现在变第3，宾士呢也不好，宾士的电动车尤其不好，我觉得他们发展太慢了，人家已经发展前面，他们不想，他们是保留他们的既得利益啊。汽油车、柴油车赚很多钱，我干嘛去搞电动车？等到电动车超前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哈。所以呢，他们现在只好呢，赶快说要加码啊，在中国投资啊，等等，要讨好啊，等等哈。那另外呢，美国现在每天制裁大陆，又列了50家大陆的公司被他们制裁哈，有12间都跟 AI 有关，其中还有一个台湾的公司。后来我再查一下，台湾公司大陆公司的子公司了哦，反正就搞这种高科技啊等等，老美同样要制裁哦。之前呢还要制裁马来西亚。为什么呢？之前先制裁了新加坡，因为呢 NVIDIA 啊很多的产品呢从新加坡转到大陆去，现在又怀疑是经过马来西亚转哦，所以呢对马来西亚也展开调查哈。那另外呢，博鳌的2025的论坛报告呢是说，为什么大家当时很怕这个 DeepSeek
哦，他们叫什么深度求索哦，其实翻译不好，就深度寻找就是了嘛哈。就他搞一个求索哈，拗口。寻找多么的没水准，他就是 seek 就是寻找嘛。求索比较有深度。求索什么哦？那好吧，反正不管了哈。这深度 deep seek 呢，说是美国对中国晶片出口的限制，所以激发出我们的创新。哦，就是说中国聪明人还是很聪明嘛。好像当时老美怕中国发展这个原子弹、核子弹，就限制钱学森，什么东西不把他带回大陆，哦，还几年让他也不能从事研究，回大陆对他脑里啊，哦，所以他总是有一些很特别聪明的人，10几亿人口，对不对？那所以呢，你不限制我就买你的嘛，你限制我只好发明我自己的，我也许比较慢，几年后我还是发展得出来啊，哦，所以呢，他们就说，你看限制我们，你看 DeepSeek 是这个。限制我们说我们激发出来的啊。另外呢，美国的情报报告说，中国大陆意图在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 AI 强权，全世界的 AI 强权哈。这不是老中讲的话，是老美讲的话。老中的时候就不应该说2025中国制造，一讲后老美说，你看看你们想要制造取代我们对不对？打压你，所以他现在不讲了，要韬光养晦。但是老美说你躲起来，2030年就赢我们了，所以现在一定要打压他，把他压下去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川普台积电搬到美国去，而且川普替台积电加码，所以他来投资2000亿美金，国台办也出来嘎一脚。国台办说，这个带进的是卖台专业户哦，他只有一党一己之私啊，不顾台湾同胞的福祉跟产业的利益啊，从来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呢，这个他们啊，这个把台湾重要的产业等等都送到美国去了。失去未来的发展机会，好吧，我们看一下。博鳌亚洲论坛25号正式启动各项议程，今年聚集超过60国2000名嘉宾代表。博鳌论坛是全球政商交流的大舞台，今年会期4天将举办50多场活动。由于今年适逢川普回归白宫，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大陆会如何应对关税冲击，格外受到关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在深刻的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给世界稳定和经济复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张军话里话外暗指美国关税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令全球焦虑情绪上升，但也强调亚洲经济体韧性强劲，团结就能战胜困难。面对美国等欧美国家先后以经贸理由制裁，大陆政府也出招。24号实行反外国制裁法规定，对参与制定实施对大陆歧视性措施的国家、个人及组织，甚至是关联方提出更具体的惩治内容，其中冻结财产不再局限现金、股票等，还包括知识产权。要在中美正式贸易谈判前增加筹码。尽管与川普政府斗得火热，北京仍积极与美商打好交道。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24号会见苹果公司 CEO 库克，信心喊话欢迎苹果扩大投资大陆市场，同时也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脱钩断链只会伤害各方利益。好，因为它这个亚洲博鳌论坛主要是亚洲是这个带动的引擎。我看亚洲到底有多少国家？哎呦不得了，西亚、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很多国，这么多国家，哦，这个西亚呢，从这个什么阿拉伯啦、土耳其啦、伊拉克，这是西亚，然后中亚呢，包括什么乌兹别克啦、哈萨克啦、土库曼啦，然后东亚呢有这个大陆台湾、澳门，蒙古什么都在，还有韩国、日本，香港都在东亚。南亚、阿富汗、孟加拉、不丹、印度啊、尼泊尔、巴基斯坦都在南亚。东南亚大家更熟了，什么印尼啊、菲律宾啊、辽国啊、缅甸啊等等等等哈。这个新加坡都属于东南亚，所以其实国家加起来蛮多的哈。来看。美中两大强权，如果说在今年6月有可能川习要会面，那川习会面之前经济的谈判，互相的筹码增加，我想这也是刚刚报道里面或者是我们这段时间所观察到的一个重点哦。经济当然是一个指标，为什么？因为经济就代表民生，民生只要能够复苏，或是说相对来讲比较繁荣的时候，对于自己国内里面的这个人民对他的满意度当然就会比较高。也因此，现在看起来，不管是美中两大领导人，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政府，都在积极来做这件事情。现在出手，其实真的就是累积筹码了。所以说，不管是中国大陆这边博鳌论坛有讲的这个法令的一个制裁也好，或者是说吸引外资投资进入中国大陆，或者是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像美国也一样啊。美国
国之前也讲是说，台积电去美国设厂投资1000亿，或者是川普再加码这2000亿，还是昨天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南韩现代汽车也前往美国，也到白宫，然后到时候210亿的一个美金的投入，那个照片一看起来跟台积电去美国川普的那个白宫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宣布，所以代表什么？之前有日本，然后又有台湾的台积电，现在又有南韩的现代汽车，所以美国也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在铺陈，也是彼此针锋相对的一个累积筹码。那到最后底牌要先出，先出与不先出，其实在6月可能会有一个名目。但回过头来，我刚才必须再补充一下刚刚的这个所谓的国安的群组里面的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样，有3个看点啊。第一个看点很重要，美国它毕竟是一个军事强权，在全世界的国家里面，怎么会军事的讨论居然是用商业的一个软体？这一点确实，美国如同我们中华民国也有相关的国安法令，甚至有相关的这种军事作战开会讨论的时候，那个会议资料是不能释出的。那个会议资料是大家坐在会议室里面看完之后，会议资料是要留在桌上，然后人员离开，那个资料应该都要非常保密。但没想到居然是会有这个群组里面的一个传输，所以说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这个应该要来做讨论。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战争也好，官员也好，是可以用群组里面来讨论吗？那以及第3，责任政治，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不管是美国的这川普总统，他好像讲是说不会特别针对这个事件来做究责，可是不应该因人设事啊。虽然这是美国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机制，但是我想还是一样，从一个事件里面来，我们来做这样子的相关一个讨论。我觉得责任政治在每一个国家来讲，都应该是相对重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